Hello，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好，大家都发现三位大叔的面容带着倦，怎么了？面有倦容，就是疲惫。我们已经马拉松录制了好多集了，很累。好，不是学生以为我们一天之内录这么多呢，你不能这样。哦，对，我们还是保质保量。量的啊。好，对，我们疲倦中带着活力啊，带着坚强、韧性、坚强，像风中的小草。对，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我的妈妈要来欧洲旅游1个月，所以就4周我都要陪着我妈妈。你好孝顺，1个月的和妈妈能待得下去，你真厉害。对啊，1个月陪我妈妈，还有她的闺蜜，她们2个人啊，2个人一起过来玩，所以我要陪他们玩4周啊，所以要计划行程，帮他们申请签证，然后来了之后就陪玩当导游1个月啊，所以那1个月就录不了大叔。好，那这个，所以Ben叔，你妈妈来在欧洲旅游的开销都是你付吗？对，都是我付啊。孝顺加一加一加一，对啊，加一。这个，我跟我西班牙的朋友说话，他们就非常的不理解啊，就是表示啊，为什么你要就是花所有的钱啊？你妈妈应该自己这个出钱过来，对，这可能和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想法有点不一样。对啊，我说我妈妈对她想给我钱，但是我没要，因为我觉得在我们文化里边，就是我觉得父母跟自己的钱不需要分那么清啊。对。我小时候上留学啊，去美国留学啊，我所有的生活费啊，我都是我妈妈掏的，她也没说将来我要还，也没有强迫我去孝顺她去养老怎么样啊？对，那她好不容易来欧洲旅行一次，那我肯定这个当儿子的我也赚钱了，我就很义务的，我觉得这个钱她不需要担心啊，就对。而且就是给他安排的时候，我也是给他安排最适合他的，就不差钱，就是肯定不会去住便宜的酒店。他可能好几年才出国一次，就是30天，我肯定是想给他最好的欧洲的经历，所以就是有的地方我很省钱，但是在旅游啊，就是带我妈妈玩这个方面，我就是不心疼这个钱啊。对，然后包括她闺蜜的钱也都是我出的。对，我就是要问说，那妈妈带着她的闺蜜，所以你也会请她的闺蜜，而且付她闺蜜的旅费，是这样吗？对，因为这个闺蜜是她从小学的就开始认识的一个朋友啊。然后我妈妈是一个不太喜欢就是交朋友、社交的人，所以她就这么一个好朋友。对，是情同姐妹，对不对？那真的不一样。她工作狂就是她从来不社交，然后就不交朋友，就这么一个好朋友，从小到大。然后她还就是像她朋友跟她出去玩的时候，他们上个月吧去了香港，也是她朋友出了所有的她的机票钱、火车票钱，还有她的旅行的费用啊，就他们2个也算得很不清啊，就是他们不会计较谁多花了，就关系好了，就真的不会算那么清楚，但是不会让一个人永远亏着，那是肯定的，就是互相有来有往的这个东西，是的，礼尚往来嘛。对，你要算太清楚，大家会觉得你感觉好像你离我有点疏远，生疏了，对啊，是的，人家其实也不想你为什么要都给我付，但是因为好朋友嘛，就可能就互相。但是虽然这次他付，下次我付，但是他们之间还是知道啊，你这次肯定花的挺多，那我下次就弥补你一下我花的时候。是的，就好朋友就有这个默契，不会说我要占你的便宜。对，占便宜的话也不会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了。
对，但是我的西班牙的所有的朋友听了之后就非常不理解。对啊，你说起这个是让我想起来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当然还没有实现，但是我觉得这可能真是中国人的一个心理，很典型的心理。就是我妈是本来是准备夏天的时候就把我那些姨啊他们全部带西安来玩的。就刚好对，之前我姑姑他们说也想来西安玩，因为西安毕竟是就是一个旅游景点，对，一个古城，很多好吃的好玩的。那这个情况下，假如他们是一大班子来的话，我不可能让他们出钱的，我肯定要带他们去玩去吃，肯定我需要把所有东西都给准备好的。这是中国人的思维，这肯定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你也不好意思去要钱，你怎么要钱啊？对呀，你说哎，这个景点其实你们应该一人给我对呀30。来，手机我们来算一下，就是然后在群里每个人给我多少钱，绝对说不可能说出口的，不可能，不可能。他们来之前酒店肯定都要提前订好的，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疑问的。吃饭吃什么都要想好。对，这个我觉得在听我们播客的外国同学们可能没有办法体会，但是的确我们身为这个中国人，完全都可以体会这种心理。对，我讲我一个亲身经历哦，就是你们说的都是自己对于父母或这个亲人，我们不会算得太清楚啊，尤其是关系很近的。对，像我觉得父母亲也会努力的不想跟儿女算得很清楚，他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已经出社会大概5-6年了，然后我每个月都会给我爸妈这个我们说孝养金就是给他们生活费，每个月大概给他们1万块左右。那就是有一天我哥哥那时候已经回家住了，有一天我哥哥就找我去走公园。我们家人是这样子，在家里是不会有什么事要到公园里说是吗？有什么心事一定要走公园，我就知道有事情了，不对劲，怪怪的。我跟我哥就说好，吃饱饭晚餐吃饱了，我们去公园绕一绕走一走。我就知道有些事情是我父母不能知道的，所以我哥要单独跟我聊。那天晚上就走公园，他就说老弟啊，你知道吗？爸爸妈妈跟银行借了30万。我说我每个月都有给他们孝养金啊，为什么还要借钱呢？是，然后他们就说，因为他们那阵子想要缴保险，癌症保险，他们想要缴癌症保险，他们自己这个又是这个中国人朋友之间推销他们有一个朋友是跑那个保险业务的是吗？跟他们推销想要买癌症保险，他们就不好意思拒绝，就说好，然后就开始缴钱，缴了钱发现呢，我给他们的生活费再缴那个自己在买菜什么什么的钱根本就不够了，缴了才发现不够，又不好意思跟我讲，他们觉得我赚钱很辛苦，因为那时候家里只有我赚钱，我哥哥那时候还没开始工作哈，对，他没有工作。所以他就跟我讲，我非常非常惊讶，因为我从小家境不好，我出社会之后给自己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我绝对不会跟任何人借钱，因为我小时候我父母都跟好朋友借钱，欠了一屁股债，所以我长大之后绝对不借钱，这是我的第一原则，甚至是跟银行借钱，我觉得也不行，所以我那时候就非常惊讶。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他们不告诉我呢？我哥就说他们觉得会麻烦到我，或者会觉得就是觉得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做，怕被我骂。所以我就觉得连中国父母亲要跟小孩要钱都要其实那个面子也拉不下来，他我爸妈是宁可跟银行借钱也不愿意向我求助。对，所以我就觉得中国人真的是个很奇妙的民族，是的，宁可自己不要麻烦自己的小孩子，也为了生活也宁可去跟银行借那个利息那么高的钱。而且你发现没有，这种钱这种东西靠自觉，你是不可能说得很清楚的。比如说就是我岳父岳母，我岳父很厉害，他以前是自己后来出来单干了，就开了一个牙医诊所，做得很好。
但后来退休了呢，就是他把自己的儿子培养起来做这个事情，儿媳妇也培养起来做这个事情，就算接班了。但是儿子呢，说实话，虽然有天赋，但是不怎么好好干活，这个涉及的问题很深，我就不说了。对。但是按道理就是他们之前就是规定了，就是等我岳父岳母退休之后，那个赚的钱里面就每个月会给一部分给他们生活费，还有就是医药费等等，每个月是有固定的这个数量的。按道理就是老人也需要消费嘛，毕竟生活水平也在那里，肯定是需要的。而且诊所这个东西，牙医诊所在中国目前为止还算挺赚钱的，虽然他们是在哪儿都赚，对，在西班牙也赚钱，对。但是他哥好像，我觉得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小时候穷怕了还是怎么样，就是对钱特别抠。他其实他不存在，就是说因为怕老婆啊不愿意给钱，没有这种问题，是他自己会抠的不愿意给，就是所以他爸妈有时候老到我老婆这里来说吐槽，就说他哥这个月又没给钱了，但是你又没法就和他说什么，你说了就感觉好像很难说出口，就指望着他。或者有时候旁敲侧击一下，你这个钱还没给，因为我们是需要这个钱，或者你爸身体最近不好，怎么样？对，但就是只能是通过这种旁敲侧击的，没法说，哎，你这个月该按时给钱了，没有，不可能的。而且他们，我岳父岳母还有这种心理，就是慢慢觉得自己老了，就是越发的觉得自己好像不被需要了，越是要去做很多很多事情。我们那天其实想起来就很奇怪的，就是。我们的儿子就是瑶瑶出生的时候，他父母有一种很奇怪的这种心理，就是因为他们把这个家业给了儿子，他们其实内心特别没有安全感。我不知道，因为可能从小到大这个没有培养起很好的这个感情，所以现在虽然把家业所有都给了儿子儿媳妇儿他们，但心里还是不安生，还是不安定。然后钱有掌握在人家的手里，每个月指望着人家给他钱，所以他们就会做很多。他们就做很多、就是，为什么？我打断你一下，为什么现在就把家业就给了孩子？一般不是可以留遗嘱啊？那都给孩子了，自己不这个很复杂啊，很复杂。我一会儿我可以你慢慢，你要想听，我慢慢跟你说，娓娓道来。对，就是因为这个，首先有一个很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特别是在北方，非常的重男轻女。所以就是他们是没有给我老婆这种什么家产呀什么的都没有的，当然经济上是有帮助的，但帮助的前提是什么样啊？就是偷偷摸摸的给点钱，然后甚至在我老婆大学毕业之后，就是有时候给我老婆买个东西都要偷偷的给，这是他们自己心里的心魔，就他们觉得好像这样对女儿好了，儿子和儿媳妇会有意见，这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想法。然后随着他们这个越来就是退休了，因为年纪到这里了，肯定就不干了。儿子儿媳妇既然能撑起来，就让他们干吧。当然后面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这个不管，最主要是这个。所以他们就要把他儿子和媳妇的这种心理放在第一位，就去考虑，考虑很多是他们自己加在上面的一个心情，你知道吗？所以他们老会觉得就是好像不能对我们家人表现得太好，不能对我老婆、对我儿子表现太好。我儿子对他们而言就是外甥，就是外就嫁给我们家的人。那他们也需要你老婆灿嫂一直每个月给他们一些赡养费吗？不需要赡养费，因为我们不需要钱倒是其次的东西。对他们而言，他们其实不缺钱，他们其实这个之前赚的好的时候，其实也有不少积累的，就积蓄也不少。钱方面并不是需要我们去给他们钱。但最主要就是他们自己这种心理，就是其实一方面呢，就是也需要我老婆不断的给予他们的关注、照顾，各种方面的买东西啊，什么都无微不至的东西，一有什么就打个电话给我老婆，一有什么就任何一点很细碎的东西都是一样。另外一方面又分得特别清，就是这个钱等等和你们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这个你们以后想干什么我们也不管。甚至之前我老婆有一段时间不是那会儿就是不工作了，生了瑶瑶，有段时间在家里，后来准备重新开始工作，就想着问一下他爸能不能就是看一下有什么机会。对，他爸给的意见就是说，其实你要么就去，我看外面那个卖凉皮啊、卖菜都做挺好，你要么去试试做那些东西。就是特别让人无语，知道吗？就是他从来不会考虑女儿应该干什么，
女儿你是嫁给别人，你应该自己考虑。但是你说他有那么无情吗？也不是，只是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这个我觉得有时候吧，中国人可能很多有这种情况。但就是我为什么突然想起这个事情，就是我和老婆突然前天晚上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就是瑶瑶还很小的时候，因为就是她的表姐，就是比她大1个多月还是2个月忘了，就是出生之后，他爸和他妈，就是我老婆爸妈，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来看过自己的外甥，特别避嫌。他妈偶尔来过来看一下就走了，然后他爸1个多月、2个多月都没有见过外甥，就除了出生那天见过，后来就是好像避之唯恐不及，然后好像一直基本就没怎么抱过外甥。就是比如说你会看到他的相机里会抱孙女啊，会和孙女聊天啊等等，他从来和瑶瑶不会做这种事情。现在慢慢的好像有一点点，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己内心的心魔，他会觉得怕自己的儿子有意见，对，怕自己儿子儿媳妇有意见，觉得你疼自己的女儿，疼自己的外甥，对，就是他自己内心的不安生感催生出来他自己的这种想法。其实说实话，他的儿子他们根本不会在意这么多。对啊，但是他们自己会把这所有东西加在上面，有心魔的，所以他们越发觉得我现在不赚钱了。你像他爸就是拼命的，就是其实已经退休了，拼命的给儿子再扩张一些事业，把他们家再装修，地下再打通，再给他装修，就是不停的工作。比如说我过年有几年都没回去和他们一起过年的，特别难受的一点就是，明明过年那天大家就休息吃饭，客厅里看看电视聊聊天就行，他爸非得到他哥的院子里去整这，就好像是给别人看的一样，你知道吗？就好像是我在做这些事呢，我过年都不休息呢，我有用处的，我有用呢。我觉得这种心魔让人感觉，其实这种心魔你自己存在也就罢，但是你会让周边的所有人都感知到这种特别不舒服的状态。和他们待在一起是很压抑的，说实话。所以我老婆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有心病的，就是有一段时间甚至有点抑郁倾向，就是因为和家庭有很大的关系。这个非常非常，那也会对茶叔，灿叔说的这样。可能观众听的有一点病态，但是我觉得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老人家要拿孩子的孝养金，他觉得他不能够白白的拿，他要彰显自己被需要，或自己在这个事业的用处，在这个家的用处，他觉得他拿的问心无愧。这个就是中国人的心态。最主要很多人不理解的原因就是这个事业明明是你打下来的，你打下的基础，然后现在给了之后，你这么没有底气。甚至觉得好像对女儿稍微好点，你心里都觉得，哎呀，我儿子是不是会生气？就是他爸是这种，我是觉得人是一个真的很有意思的一个，你可以去观察的一个标本。就是他爸的时候对儿子，他爸年轻的时候对孩子就是打骂，甚至之前就是拿斧头把他哥的一个游戏机砸掉，就是非常的凶的这种状态，动辄打骂。到老了之后，可能自己觉得有亏欠，或者觉得自己慢慢能力不行了。现在又开始反过来，又是过分补偿性的去对待自己的孩子。但说实话，年轻的时候就是撕开这个裂缝是补不上的，不可能补得上。这个东西会永远存在，所以他们永远不可能有很好的关系。但说实话，在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和我老婆关系是挺好的。我老婆曾经觉得他爸爸是很爱他的，但是等到成年之后才发现，他爸其实不断在利用他。就是想让我老婆不断去照顾他哥他们这全家人。我老婆有时候觉得很奇怪，就是他们这一家人，说实话，就算到他的侄子，甚至在下一代都吃穿不愁了。我们现在还工作上也还不稳定，赚的钱1个月才这么点钱，让我们去照顾他们。但是他爸一直有这种心理，就觉得你让人觉得特别无语。你知道吗？可是什么背景？为什么重男轻女这个思想这么根深蒂固？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北方人，我觉得我家人好像没有这么。对，我是觉得这和个体化有关系，重男轻女，个体化有关系。对，没有，因为Ben叔你是独子啊，你是独子啊，但是灿嫂他是哥哥，然后他又是灿嫂是女儿嘛，我觉得我真的完全可以理解这种我以长子为重的这种心情，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我以前完全不理解啊，我是到这里之后，怎么觉得这个家庭是这样的，我特别奇怪。
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和畅嫂这个关系越来越远，就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我很受不了。我觉得怎么能是这个样子，带给我也很大的压迫感。我是觉得这个病吧。这个我可以理解，就是我可以讲一下我二伯的故事。我二伯跟我那个叫什么？二婶还是二婶？对，我二伯，我都讲台语，都突然讲中文，不知道怎么讲。二伯跟二婶啊，那时候就是我那时候我阿公留下了。爷爷了，留下了很多地给他们，然后他们就是我有2个堂哥，一个堂姐，那2个堂哥最大，然后堂姐是最后的最小的，所以我二伯跟二婶他们的土地全部都卖掉之后，那个卖掉的钱都给我的大堂哥跟二堂哥，是的，然后我这个表姐1毛都没拿到。但是呢，我这2个堂哥蛮不争气的。我大堂哥离婚2次，现在还是离婚的状态。然后离婚的老婆就带着小孩就到别的地方去住了，然后又另改嫁别人了。现在还是一个打零工，没有稳定收入，而且还跟我二伯跟二婶住在一起。感觉没有什么出息的感觉。我二堂哥呢？就是娶了一个越南新娘，越南新娘3个月之后就跑掉了那种啊，你们两家怎么都有这种故事？跑掉了，所以他基本上目前也是打零工，然后也住在我二伯跟二婶家里，就是2个男的，已经50几岁的成年男人，变成啃老族，靠我二伯跟二婶的养老金度日。然后我的堂姐，当然她已经嫁出去了，她看到她的娘家是这么辛苦的在过生活，2个老的，然后我的二伯他耳朵重听，完全听不到声音。我的二婶她脚趾头就是因为糖尿病什么的被截掉了，脚趾头被截掉了，所以2个老的健康也很不好，然后还要照顾2个堂哥，对，然后退休金才那么一点。我这个堂姐从小就不被重视，因为她是女生嘛。我二伯跟二婶是非常重男轻女的，从小就对我这个堂姐很不好。我们那时候都看在眼里，觉得蛮不公平的。她嫁出去之后，她的心里还是系着娘家，所以她都瞒着我姐夫，偷偷的每个月都拿钱回娘家，对，而且都拿很多钱，都好几万，因为我姐夫是做修车厂的，收入还不错。有一次被我姐夫的妈妈，我不晓得该怎么叫，对，知道了，他们就闹家庭革命，说你怎么可以拿？他指着我的堂姐说：“你怎么可以拿家里的钱去娘家呢？你们娘家2个堂哥都不工作，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然后几乎闹到我的就是堂姐跟我的姐夫就快要离婚了。所以我堂姐现在是不敢拿钱回娘家，但是她每次回娘家又会被我的二伯二婶骂说：“你这个女儿辛苦把你养大，1毛钱都不拿回来。”哇，那你们会觉得非常的矛盾，非常的痛苦。拿钱回家的女儿被骂，2个贤妇在家的堂哥一点事都没有。对啊，我们过年的时候或扫墓的时候都会去拜访我们的二伯。每一次去拜访，这2个堂哥都是赶快起床，中午睡到下午才起来，然后起床衣衫不整的，就是那种睡眼惺忪，然后再跟我们打招呼，拜年。所以我们回去我都会包红包给我二伯跟二婶，他们就是当然会推，不要啦不要啦就收了，因为他们真的很缺钱，不要啦不要啦不要就收下来了。对对，我知道他们很缺钱，还有一点，其实我的堂姐会私底下告诉我说，她不方便拿钱，希望我可以给他们钱。我说没问题，为什么？因为我堂姐从小很照顾我，非常照顾我。我小时候都是他在带着我照顾我的，对，所以我说没问题，我现在也有收入了，几千块没问题，而且1年才1、2次，给个红包让老人家开心，我愿意，所以我都会代替我堂姐包一些红包给他们，而且我包的他们可以拿，也不会有纠纷。对，所以就会觉得说，不要说像灿叔他们
比如说有什么重男轻女，其实在台湾一些比较传统的家庭，这个现象很严重，特别在用钱方面，对，这个东西是你很吃惊一样，对吧？我觉得很恐怖啊，就是这种重男轻女家庭的女孩，就感觉也一直在被 PUA， 被父母 PUA， 就被洗脑。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代际传递啊，就是说，比如说我老婆的妈，他们就是处在这种环境下，就是他妈家里有几个女儿，有一个儿子，那从小就是那个儿子为尊。就女儿就是不受重视的，等到最后分家产都是给儿子的，但最后还是需要女儿来就是送终啊等等，有这个关系。就是我老婆从小就是因为她是一个姑娘，她和她哥一起去乡下，比如拜年的时候，那些给红包是给她哥没有她的份的，甚至有时候甚至比如说我老婆也很夸张，就是不是我老婆夸张，而是她小时候和她奶奶一起生活。奶奶活了可久了，快100岁了。就小时候，就是奶奶和他们家一起生活。我老婆小时候和我奶奶一起睡觉的，但是没有一点感情。奶奶特别喜欢我老婆她哥，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给她哥，是不给我老婆的。所以我老婆从小到大就不怎么喜欢这些亲戚啊等等，没有任何感情。因为所以后来有机会不用去拜年了，也不去了。他们这个家庭，我是觉得很恐怖的地方，就从我从小生活长大这个状态，我很不能理解。比如说他爸为什么是这种性格？他爸是家里的最小的儿子，上面有2个姐姐，一个哥哥，跟我爸一样。但是呢，他们中间年龄差得很大。哥哥姐姐他们就是首先没有感情，后来就是等到他爸死了之后，家里的所有债务都是他爸一个人承担的，所以内心他爸其实是有些扭曲的。长大之后呢，就是其实和2个姐姐都直接断绝关系，他2个姐姐还活着呢。我从来没有，我到西安之后就没有见过，你知道吗？我从来没见过我老婆的2个姑姑，我一直没有见过，都10几年我都没有见过，就断绝关系了。你想想看，就他爸这个人就是首先是比较的这种，就是很怎么说对，其实很绝，环境做事情做得很绝，环境造成他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他很多东西会继承下来。西安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比较的这种落后，很多方面文化方面比较落后，所以这个是代际传递的。上一代怎么对你，你就很习惯的这样怎么对待下一代。他们甚至很多东西不是故意的，他们是潜意识这样去做的。你不能说就故意对女儿这么不好或怎么样，只是他们会觉得这个事情到我这样我就应该去这样做。比如说，甚至就是说我老婆已经成年了，后来回去就是毕业之后一次和亲戚们吃饭的时候，我老婆当着所有亲戚的面说：“哎，我家的东西都是给我儿子的，女儿1分都不会给的。”就是这么清晰的说出来。但是我的问题来了啊，就是那其实这种重男轻女家庭的女孩肯定心里会不平衡啊，会不平衡。但是不平衡又感觉就是脱离不了控制，就是一直没办法就是跟这个家分开，就是不能独立的，或者是你对我不好，那我也对你们不好，感觉就是即使你们对我再不好，我也会这个用心的去你的女儿，你们，对，去孝顺你们，然后感觉我不知道灿嫂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个东西灿嫂肯定会心里不平衡吧？不平衡，对啊，不平衡就是最心里其实最大的感受就是不平衡。其实对他们这种家庭而言，最大的感受不是说父母爱不爱我，而是不平衡。这2个爱差的天差地远。为什么对哥哥？其实说实话，年轻的时候已经这个东西慢慢平复一点，然后呢，你又发现这个东西会到下一代。我儿子和他哥哥的女儿，他就发现，哎，怎么对哥哥的女儿这么好，是自己家人，特别照顾。而换到我们，就是说实话一点都不在乎，甚至说，就是我老婆当时，我儿子才出生不久啊，真的，就是我老婆发烧了，真的自己就是很不舒服这种状态。其实我老婆不会轻易求人，不会轻易求父母，从小这个习惯就知道求父母是没有用的，他们不会真正的在乎你这个东西。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我又很忙，然后老婆又发烧的，要照顾儿子。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和我岳父母是住在同一个小区的，住在同一个小区。然后那天我老婆就去
找他妈，就说我现在身体不舒服，能不能帮一下我，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岳母后来就说看了一下，说好像没啥事就走了，出门了。然后老婆又回家了。就这种的东西太多了，你知道吗？就是在他们，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是他们形成的一个习惯，就是我老婆从小到大，什么东西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这个东西是怎么形成的呢？因为我老婆是家里的问题解决者，就是他父母吵架的时候，永远会把我老婆拉进去，让我老婆去解决纠纷，就说你爸怎么样，你妈怎么样，你来平息我们的战乱。比如说他哥从小很调皮，让他去找他哥或怎么样，所以这个东西延续下来之后，就是他们家现在不管是他爸妈他家、哥嫂他们家，任何什么小问题、什么问题，感觉没有一点解决问题的能力，按道理这么大的人了，都要找我老婆，我老婆变成了一个问题的解决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看不到这种问题的解决者是有问题要面对的，他们总觉得你什么都能解决。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长期的积累。我老婆其实非常痛苦，就是在大学毕业之后有一段时间，我感觉都快发疯了。因为大学之前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深的理解，上学嘛。大学毕业之后回来之后，发现之前好像就是自己还做一个孩子，父母其实能感觉到父母对自己很爱这种感觉。那个时候他的排名是父母高于我的，就是他为了父母愿意做任何事情。等到回来之后，发现就是侄子出生了。父母真正的点在哪里发现父母真正在乎的就是自己的儿子和自己的孙子，然后我老婆就被裹进去帮忙照顾这个孙子，这等等事情。然后老婆后来就发现越来越多的清晰的展现出来，就他爸妈怎么要求他去做各种事情，但是呢又怎么比如说要偷偷的给他买个鞋，要偷偷摸摸的给。然后一方面呢就说他嫂子不怎么行，这个嫂子很坏，一方面又说你要对你的嫂子好。就是这种撕扯的，有病的那种东西特别多。到最后，我老婆就是因那个工作关系去了陕北，那有几年的时间在陕北，就是离这个家里比较远，坐车都好几个小时。那段时间慢慢缓过来，但是后面其实还经过很长时间，她因为瑶瑶的关系开始学习这些心理学啊等等，后面她自己才慢慢让自己走出来。你不能说完全走出来，但是她现在已经能真正的更自主的说表达我的拒绝。对，有一次就是我记得还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他爸一直想把他就是拉入那个就是一个就是感觉一个陷阱似的，就让我老婆去照顾他的侄子。你就听了很奇怪的事情就他侄子的学习，他认为我老婆很聪明，学习也管得好，所以他侄子呢又不好好上学，然后他希望我老婆把这个侄子接到我们家，然后有什么关系啊？教他这样，教他，然后照顾他，帮助他辅导他学习。后来那一次，我老婆就说，真的就是因为自己本身已经身心俱疲了，非常非常累。然后他爸就在车上的时候就说，然后他爸说了一句话：“你滚！”就让我老婆滚。这句话真正把我老婆就是伤透了，然后真正清醒了，就真正意识到他爸对他是一个什么状态。他之前还抱有一定的幻想。就觉得我爸可能真的是因为很多作为女儿的，为什么还有这种习惯？他们其实有时候看不到，就是因为对父母还有幻想，觉得父母其实还是爱自己的，只是因为可能哥嫂他们更需要帮助。其实你再反过来一看，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就是这样去做的，所以你不能对他们有幻想。所以你可以去履行自己的部分，但是你不要被他们重新拉入那个你自己特别不舒服的局面里头。所以现在我老婆就是这样，这不纯把女儿当成工具了？你是不是觉得这东西很不真实，对不对？就不怕，就是不怪灿嫂痛苦。你说几分钟，我就感觉压抑的不得了。对，是的，就非常痛苦。他真的，但是这个我当然觉得可能比较是个案啦，就是这个家庭的个案，可能比较极端一点。但是的确，中国是有一个传统，就是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那父母亲一定会让别人外人觉得自己跟儿子是比较亲的，这是一定的。那女儿嫁出去了，就是别人家的人了，所以
在传统上当然还是会保持一些距离，是会的。当然这种扭曲我觉得会有。你像我刚刚说我那个堂姐，她也是因为这样子，在娘家跟夫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她又舍不得自己的娘家，然后看到娘家过那么辛苦，又很不忍心，所以她到最后心情变得很扭曲之后，她选择去投入宗教，她用宗教来让自己的心理平衡。因为宗教都是告诉我们要感恩啊，要知足啊，然后宗教里面有很多一些法亲道亲，会给你一些方向，给你一些解脱啦，或者是一些意见，他就会觉得好多了。所以现在我堂姐是很虔诚的，就是去投入宗教当中，去让自己扭曲的心态得到一些舒缓。对，不然真的会受不了，不然真的很压抑。就我老婆真的就是她这几年心情不怎么好的原因，就是因为今年不是我们去过医院去过一次嘛，上回对，就是因为这块地方其实里面有结节，当时特别就是她的到临界值了，就是结节的话是会发展成癌症的，这所有东西就是因为你的心情导致的，所以那一次让我老婆也是痛定思痛，就觉得真的你应该更多为自己而活，有些东西该拒绝。该拒绝，就是灿嫂就是已经就是跟其他人比，就是他已经看清楚了，他还学心理学，但是他还是不能跟家里断了联系，是吗？你没法完全断了联系啊，但做不到断了联系的，而且我们就住在这里这么近的地方，就现在其实我觉得断联系不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能重新调整一个方式去相处，让他们重新适应你的方式。因为以前的那种方式，你会其实是不断的去适应他人的方式，别人把你嵌入一个这个规则里头，你要去做这个事情，其实你是很痛苦的。现在你要跳出这个规则，你说我现在重新我有一个规则，我是这样做人做事的，你们需要来适应我，配合我，我不会去适应你们。但是该有的，比如说和父母之间这种亲情的羁绊，这个东西是斩不断的。但是你怎么做到？这个东西其实很难，很多人看不到也做不到，这个很难。所以我其实很佩服我老婆的一点，就真的她已经很厉害了，就这样的一个环境她能走出来。非常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你要从别人设置的角色跳出来，对，然后有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想法。我现在是这个家庭的妈妈，我有我自己该做的事情，这个事情是比很多事情是更重要的，所以要为自己设置角色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成长，非常难，非常难。要我看清楚了，我就快刀斩乱麻。你对我不好，那我就你的成长环境不一样，你的成长环境不一样。还有自己的父母呀，他再怎么样不好，还是自己的爸妈呀，不可能去斩断嘛。对啊，更何况他们抚养你长大，也不是最后也不是犯了什么大恶大错，你为什么要跟他断绝关系呢？我是觉得真的我们要跳出来，因为很多人都会说这个原生家庭，最终你认识到这个东西不是说你要把过去直接斩断，而是说你要重新赋予自己一个新的角色，然后让你的家人明白你的新的角色。然后我不是之前那个状态。那我觉得斩断了。我的斩断也不是说就是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对，表明态度是对的，那就是让你们知道，就是你们这么做已经把我推开了。如果你们想就是还让我当你的女儿的话，那你就要改变。这个东西就是不是有些人不是所有人都能这么清晰的表达，就用言语表达出来。其实我觉得更多需要用这种行动表达出来。对，就是以前的话，我就觉得我老婆的话，就是特别会在乎她父母的一个感受。她父母稍微有点不舒服，她就能体察到，她就会去安慰他们，或者说去告诉他们，其实没有什么事之类的。现在她有时候也会刻意让父母稍微有点内疚感，就是让你们也去想一下，你们这个行为我是不舒服的，但我不点破。对，因为你但凡很多事情是这样的，你但凡把所有事情都做得非常完美。别人是不会发觉我自己需要有什么调整的地方的，你让别人需要有点不舒服，这个其实和我之前有一期说到我和我父母的关系是一样的，他们感受不到这个东西，我需要和他们说的，让他们有点不舒服。就是我们今年就过年就本来就不想回去，我们回去就待那么几天，你们自己看着办。
这个东西他们心里不舒服，我妈就是不舒服啊。昨天打电话问问你们能不能早点回来，我说票都已经订了，我妈当下一个甩了个脸啊，定就定了。我知道她心里不舒服，但是我就是让你不舒服，你得去理解我，去真正理解我们这个家庭是有我们自己的需求和感受的，我们不会完全的就配合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就是一个个体的真正独立出来之后，你得让别人承认你个体的这个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这样的话你才能往后的日子才能轻松。你不管的话，你比如不可能断了联系，断不了，这个东西怎么可能断得了？血浓于水的东西嘛，毕竟是。我觉得中国人最欠缺的就是界限，对，边界感非常欠缺的就是对，你特别是对自己的父母，我们很难说出不或不要，我们总是觉得这样好像不孝顺，不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但是我觉得这样反而让自己的界限感模糊。有时候真的要让父母知道，你这样做我不舒服，或我这样做有我自己的原因，我有家庭，我也要这样，我不能什么事都顺从你。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所谓的孝顺，就是要让父母知道我们的界限在哪里。所以我们有自己的环境苦衷跟生活的背景，我们已经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子不需要负那么多责任了。所以有时候像灿叔说的，适时的让父母知道界限感，其实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否则父母一旦习惯了你对他百依百顺，最后可能还会有予取予求的这种反应出现。我觉得这个对自己也不好。对啊，我说过嘛，就是我们以前过年回去的时候，走亲戚啊等等，就是会走好几天。说实话，走亲戚我们很特别，其实对我还好，因为我从小就是这样生活过来，我已经习惯了。对我老婆儿子其实是非常无聊的，但是呢，我爸妈又特别喜欢走亲戚，必须走一圈全部走完。所以我们就是等每次回去的时候，其实不是过年，也就是暑假回去的时候，都要在亲戚家们所有亲戚家吃饭吃一圈下来，就是成天就是吃饭。所以对他们而言，这都是不舒服的。但我父母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这是他们自己习惯的一个方式。所以去年我初二的时候，因为我当时还吵了一架，因为我的过往的习惯模式就是我父母说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后来我和老婆吵了一架之后，我觉得我突然醒悟过来，其实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做这些事情？既然我自己老婆孩子也不舒服，其实我也没有多大的乐趣。后来我和我父母说，那我不去走亲戚，我们不去了，我们去龙泉看场电影去，我带他俩去看电影去。那个时候真正对我而言才是一个突破。以前我过年的时候，我老婆很早甚至没有结婚就跟我回来过年了。我们每年的模式就是走亲戚，初二、初三、初四、初五我们就走呀，前面全部在走亲戚。甚至我儿子已经回来之后，按道理就是难得带着孙子可以去转一转，周边转一下。但我父母的习惯模式就是走亲戚先走完再说，走完了说哎呀你们怎么不多留几天呀，我们还可以带你们哪里去玩。我们都要走了，你再说这种话有什么意义？对不对？对。所以这回我就告诉他们，就是上回我就告诉他们，我们要去那个龙泉转了，我们自己逛，我们不去了。那这回我们做的可以更决一点，我们初二就走了，我管你们，我初二就走了，我不待。就是当时我们也回来了，就是让你明白，其实我有时候觉得人和人之间啊，你有时候不能就是很多话不说清楚，你不要只是都我不舒服。你也得让对方不舒服，你得让对方学会去体察你的心情，不然的话永远是这个单方面的，你永远会不舒服。所以双方都不舒服之后，才能找到一个平衡，大家能相对的舒服。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真的。有时候中国人真的不好意思说出口，是的。那我觉得方法就是先让对方感到一些不舒服之后再来聊，是的，会更好。那你如果直接聊，可能对中国人的传统来说太直接了。所以我先让你感到些微的不舒服感，之后我再跟你好好谈这个问题，我觉得会更好，更有效果。是的，真的，中国人真的是一个很讨厌的民族，真的麻烦死了。中国文化烦死了，好复杂，太多这种繁文缛节，真的是很烦。又要在乎亲人的心情，又要在乎自己家庭的心情，还要在乎自己的心情。好累好烦。你们治愈了我呀，就是我觉得那你觉得还挺轻松是吧？你没有这么精神控制的父母，对啊，不需要处理这么复杂的关系，还挺好的。是的，
我曾经也像你这样一个傻白甜，后来我掉入这个陷阱，我之后抑郁了好多年。特别像灿叔有自己的家庭，然后又要去应付，比如说灿嫂的家庭，还要应付自己的那个父母那一边的家庭，真的是非常辛苦，很辛苦，非常辛苦。就是我知道重男轻女，但你们两个把这个具象化的放在我眼前，对。很夸张。今天我深刻理解了重男轻女。冰上一角而已，同学们。其实可能有非常多这个女性朋友们有遭遇这样的问题，可能不一定在中国，在一些比较传统的国家，可能都会遇到这个问题。那我觉得现在时代不同了，真的适时的表现出自己的界限感。这个不只是爱自己，其实也是让你的父母、你的原生家庭知道你是一个有界限的人。对，你现在长大了，你有自己的家庭了，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子只在乎自己的感受。所以我建议各位同学，真的不管你是男生女生，适时的对朋友、对家人、对亲戚表达自己的界限感。你这样做让我不舒服，或者是当你表现出界限感，我觉得对方也会明白说啊，其实他那样做是不对的，就开始有沟通的契机嘛。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蛮重要的。是的。对，就这一期的主题就是中国人为什么不会 say no？ 不是重男轻女吗？不是重男轻女吗？不是钱吗？不是省钱。重点是我们这集实在太好笑了。这题今天这一集我们本来是要聊中国人怎么用钱，怎么聊到重男轻女去了？对啊，怎么回事？那这个就是大叔史黛鲁啊，大叔史黛尔，大叔史黛尔啊，所以没办法，连我都觉得控制不了我们自己的控制不住自己。对，好，那没关系，用钱我们就下一次再聊了啊。好，那这集就到这边咯。大家可能觉得这一集有点难，因为我觉得这集真的聊到很深入的这个中国的家庭状况。我觉得那个亲戚的那个名称称呼很难，我觉得。对，所以大家要听懂这一集不容易。如果你听懂了，恭喜你，听懂了你会有收获的。对，更上一层楼啊。好 ，OK，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拜拜，拜拜，拜拜。